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姜撞奶。姜撞奶的原理是牛奶蛋白质和生姜蛋白酶在70摄氏度的时候呢发生反应，凝结生成固体。我从生姜蛋白酶、温度和牛奶蛋白质3个方面来讲。日常使用的生姜呢，无论大小品种都含有生姜蛋白酶，都可以用。我们知道姜是老的辣，所以你选用老生姜呢，还有这种小生姜，做出来姜味浓一些，口感更辣一点。生姜去皮，擦细丝，取出姜汁。姜汁蛋白酶容易失效，所以尽量用新鲜的姜汁。舀一大勺出来，你看到下面有白色的沉淀物，这个是生姜淀粉。生姜和土豆一样，都是根茎植物，会储存淀粉。取姜汁的时候呢，里面有没有淀粉都没有关系。另外一个碗里用小生姜的姜汁，颜色更黄一点。锅里倒入牛奶加热，放入糖，糖不参与这个反应，用多少糖，用白糖还是红糖都没有关系。另外呢，牛奶中的脂肪也不参与这个反应，不过脂肪含量越高，你吃起来越香。我们来看看温度对它的影响。牛奶不需要烧开，因为烧开放凉的过程中呢会起奶皮。加热到80摄氏度，倒入小碗中。小碗和生姜都是室温，牛奶倒入碗中，温度马上下降。当它从80摄氏度下降，经过70摄氏度的时候呢，牛奶和生姜蛋白酶发生最大化反应，就凝结了。所以你温度准确，凝结速度会非常快。小生姜的凝结速度好像更快一点啊，牛奶都来不及消泡，就直接凝固了，都可以盛起1个小勺。小生姜的这碗吃起来姜味更浓一些，凝结的效果差不多。影响蛋白质凝结的最后一个因素，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，是牛奶蛋白质的含量。我们通过添加奶粉增加牛奶蛋白质的含量。1/4杯奶粉用凉牛奶化开，加热到80摄氏度，倒入碗中。很快就凝结了。放1个勺子不算什么，它可以撑起5个勺子。勺子压出来一个印儿，但是没有压破。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凝结的效果跟刚才是截然不同。其实传统配方是用水牛牛奶来做的，水牛牛奶跟普通牛奶相比呢，它本身蛋白质含量就高。你知道了牛奶蛋白质的浓度可以影响它的凝结效果，你可以自己调节姜撞奶的软硬程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